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刘鹏宇在美国主持媒体吹风会时，介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外界非常关心这么几件事儿：一是大陆对于赖清德的当选抱持着什么样的看法；二是赖清德的当选会不会改变大陆对台战略与政策的节奏；三是赖清德的当选会不会导致台海爆发战争。我认为中国驻美大使馆选择在赖清德即将发表就职演说前召开这场新闻发布会，就是要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对外界关心的这些问题进行直接或是间接的回应。首先，刘鹏宇表态，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这背后发出的政治信号就是，大陆尊重台湾选民的选择，不会干预台湾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同时也不会将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结果看成是检验大陆对台政策成败得失的指标。其次，刘鹏宇表示，岛内的选举结果不会改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也不会改变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表面上看来，这是在说赖清德的当选不会改变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也不会改变两岸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但他的言下之意，这是在赖清德当选之后，中国大陆将继续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战略与战术。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大陆不会因为赖清德的上台而加快统一的步伐。也就是说，这背后发出的政治信号就是，在赖清德执政期间，只要不发生重大的台独事变，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将会以稳为主。从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中国驻美大使馆在这个节骨眼上专门选择在美国召开这样一场新闻发布会，其目的就是要告诉美方，所有有关中国大陆将会在2027年武统台湾的说法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不仅如此，中国大陆还正在出手稳定住当前的两岸关系、台海局势，并进而稳定住当前的中美关系。所以也期待美国跟中国相向而行，不仅以实际行动践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而且还不能支持两个中国或是一中一台的变相台独行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台湾主流民意，并希望台湾地区新领导人严肃面对这个民意。那对此您又怎么看？我个人判断，陈斌华的这一判断与呼吁应该跟岛内近期公布的一份民调有关。这份民调显示，广义上支持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的岛内民意高达90%。我认为这就是陈斌华判断岛内主流民意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的重要依据。我们知道，此前岛内外普遍认为，在岛内赞同维持现状的主流民意大概在70%左右。然而在过去的24年时间里面，明里暗里鼓吹台独主张和意识形态的民进党在台上执政的时间长达16年，广义上支持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的岛内民意却不减反增，达到了90%以上。这不仅意味着台湾民众相当成熟、相当理性、相当务实，并没有受到民进党激进台独路线的影响，他们清楚地知道台独的后果是什么，而且还意味着两岸之间并不存在着台独的破解风险，更没有走到不得不战的地步。也就是说，台海局势并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风高浪急。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民意，接下来赖清德将会怎么做？会不会继续一意孤行，强行推动台独？对此我的看法是，我们需要警惕，但没有必要过分担心。因为台湾毕竟实行的是选举政治，在选举政治环境下，岛内的大政方针都是由主流民意来决定的。我曾经说过，岛内的选举政治虽然一度催生与助长了台独运动，因为岛内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趁机将岛内的民主化运动操作成了台独化运动，但他也反过来必定会遏制台独运动。因为对于像台独这样事关台湾大是大非，甚至是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
它首先必须要经过台立法机构内3/4的民意代表提议，同时还需要3/4的民意代表投票通过，而高达90%的民意赞同维持现状，也就意味着台湾选民一定会让国民党在台立法机构内扮演刹车与遏制民进党的角色。其次，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是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了台独提案，高达90%的民意赞同维持现状，也就意味着他过不了民众公投这一关。所以我认为，广义上支持维持两岸现状的岛内民意高达90%，这一数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第一，它是大陆继续贯彻寄望于岛内人民绝不动摇方针的底气之所在；第二，它是大陆在台湾问题上不急不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的底气之所在；第三，它是大陆继续贯彻以我为主、按部就班的实施和平统一战略的底气之所在。而且最终这一民意还是未来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维持持久和平的根基。那对于大陆准备惩戒黄世聪、李正浩、王义川、俞北辰、刘宝杰等少数台湾所谓名嘴一事，您又怎么看呢？我注意到对此，台大陆事务部门认为，大陆此举是侵犯了名嘴们的所谓言论自由与普世价值。我认为这顶帽子不仅扣得太大，而且扣歪了。因为大陆惩处这5名所谓名嘴，恰恰不是因为其表达了不同于大陆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而是因为他们哗众取宠、胡说八道与造谣污蔑，刻意编造了一些诸如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大陆的高铁没有靠背等等所谓的事实，而这恰恰是他们滥用言论自由，一味地追求高收视，一味地逢迎岛内的民粹主义，刻意挑起两岸民意对立所造成的。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言行不仅在岛内没人管，甚至还受到了所谓言论自由规则的保护。然而他们在台湾没人管，并不意味着在大陆也没人管。中国大陆准备对他们实施惩戒，显然是根据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根据大陆的法律来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从大陆宣布要惩戒这5名所谓的名嘴当中，我们还可以解读出这么几重政治信息。其一是，它说明大陆有关方面非常重视岛内民众对大陆的看法，因为这事关两岸的互信，甚至是事关两岸民众的心灵契合。其二是，惩戒这5名所谓的名嘴，说明大陆对于刻意挑起两岸民意对立的行为无法容忍，同时也说明大陆非常在意两岸关系的和谐。关注美国大选，美国总统拜登向对手特朗普发起挑战，邀特朗普在11月的总统大选前进行2次辩论。特朗普回应称他将迎战。那么2场辩论将分别于6月和9月举行，这将是近几10年来最早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辩论。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官方社交账号上宣布，已经收到并且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于6月27号举行辩论的邀请，并敦促特朗普应邀来辩。稍后，拜登又宣布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邀请，与特朗普的第2场辩论安排在9月10号。Donald Trump lost 2 debates to me in 2020. And since then, he hadn't shown up for debate. Now he's acting like he wants to debate me again. Well, make my day, pal. I'll even do it twice.So let's pick the dates, Donald. I hear you're free on Wednesdays. 美媒称，拜登特别强调特朗普周3有空，实际上是对其官司缠身的现状进行讽刺，因为特朗普每周有4天时间需要出庭，而6月27号是周3，正是特朗普有关封口费案件审判的周中休息日。面对拜登的先发制人，特朗普仅在半个小时后就宣布应战。I've accepted the two.100%. 同时，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抨击拜登是最差辩手，2句话都说不清楚，还是史上最差美国总统。事实上，在拜登15号喊话前，特朗普曾多次向拜登宣战，而且对于辩论表现得迫不及待且胸有成竹。You can see we have an empty podium right here to my right. You know what that is? That's for Joe Biden. I'm trying to get him to debate. Let's get to the debate right now.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know anytime, anywhere, any place. Let's go, Joe. Let's debate.
截至美国时间15号中午，双方竞选团队均接受6月27号及9月10号2场辩论的邀请。不过，双方对于辩论的规则和形式仍存在分歧。Of these debates, obviously Trump likes the idea of an audience. He often feeds off an audience, has made these debates more of kind of a ruckus circus-like event than other candidates. But President Biden said he wasn't interested in that. He was only agreeing to debate if there would be no audience, if it could be essentially what that means is a calmer affair. 美媒称，拜登提议辩论在演播室里进行，现场只有2位候选人和主持人，没有观众。最关键的是，现场的麦克风能够在发言时间结束后自动静音。在2020年总统大选第一次辩论时，特朗普曾多次打断拜登的讲话，因此时间一到就自动关掉麦克风的要求，显然是为了防止特朗普故技重施。而特朗普方面则建议要在一个非常大的场地进行，同时他特别指出，两人应该站着辩论2个小时，而不是坐着。此举自然也被认为是在攻击拜登的身体状况。尽管双方团队还未就辩论细节达成一致，但美媒认为提前辩论对选民来说是件好事。This is good news for voters who will be able to hear the two men break down the policy issues at stake in this election. 拜登因为生活成本、非法移民和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等问题，让选民对其执政的不满增加。13号，《纽约时报》公布的针对美国6个关键州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在其中5个州的支持率均高于拜登。在美国，全国普选并不能决定谁将成为总统，大选本质上是按州计票，而几个摇摆州是决定胜败的关键。分析认为，眼前的劣势让拜登决定提前下场与特朗普面对面。拜登希望借辩论暴露特朗普政策主张的弱点及其不受欢迎的个性。特朗普一方则希望现任总统在论战中失言，进而放大选民对其高龄和能力的担忧。此外，提前辩论还有利于拜登避免民主党内现存的另一位以独立人士身份竞选总统的小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分流他的选票。Why are these two debating in June, more than 4 months before the election? Well, the campaign say it's because so many people now vote early. But the Trump team is also looking for a way to turn the page after his criminal trial ends, while Biden, who is trailing in many polls, could use a strong head-to-head performance to remind voters why they went for him over Trump in 2020.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辩论打破了美国2党总统辩论委员会组织的数十年之久的秋季辩论传统。美国2党正式提名程序6月底还没走完，特朗普和拜登已经约好口水战时间，足以证明两人对于初选出现胸有成竹。大家会觉得说，那这个辩论到底有没有用啊？就是因为过去我们看几次的辩论，包括希拉蕊在跟这个川普在2016年3次辩论，大家都认为他赢了，就选举结果是输了。以现在美国的这种政党的极化，双方的这种支持者的这种强烈的态度，到底会不会改变这个选举的结果？可是这一次大家会认为说，至少应该还有一点可以看一看，就是说到底拜登这个身体状况啊，这个精神状态